好，各位聽眾，我們今天講《聊齋》的夜叉國啊，夜叉啊，一個交州的一個商人，姓徐君啊，他有一次在海上啊，被大風一吹，吹到一個島上啊，到島上，他看到一個山洞啊。就進去躲避吧，一進去裡面碰到了夜叉，他是帶着有食物，他趕緊把這個食物拿出來了，貢獻給這夜叉。夜叉吃東西是生的，不是熟的。他這個熟的東西夜叉吃的好好吃啊！很多人很喜歡，這下也不錯蠻好的好了，那以後他就專門來替夜叉服務了把東西燒熟，他當然這夜叉也不會用什麼調味料這些東西他當然是很會，所以夜叉很喜歡跟夜叉住在一起，慢慢的也。會講夜叉話了那個叫什麼？而且夜叉還帶了一個吃的夜叉來，當做他的配偶，那個長得很難看是吧？可是還好，對他還不錯。他也幹到後來那他的這位夜叉夫人一舉生了3個，他生3個。3個中間是2個男性，1個女性，就是他兒子女兒一下子統統都有了。他們夜叉戴這個項圈那項圈一粒一粒的，這是非常貴重的，一粒一粒的。每個夜叉都有，他沒有，是吧？他是人，於是大家對他很好大家送他。有人送他1粒，有人送他2粒當然他還是並不是很長的一串，他還是短短的有一個項鏈圍在脖子上好了，他們就聚會他們也有首領的，首領很偉大首領來吃他燒的東西，熟的好好吃人很喜歡他就問他說：“哎呀，你這個狗蟲子，他們叫這個圍在脖子上的項圈叫做狗蟲子你這狗蟲子怎麼這麼短呢？”大家就解釋說：“本來他一個都沒有的，是大家送他所以還有短短的一圈於是這個大王蠻慷慨的，贈他10盒這比較像樣子的那真的非常名貴的，這就相安無事只有一直下去，慢慢的，他的孩子也都年輕長大了有一次，他帶着他的大兒子在海邊，發現他以前乘坐的那個船還在還在那邊那就趕快上船去看看吧，還好還不錯然後就那麼巧，一陣大風把他這個吹走了，離開了這個夜叉國了真的是鬼使神差回到他的故土了，回到交州了好了，然後他和他的兒子居然回到故居了這個非常難得是吧？哎呀，家裡面已經物是人非原來是太太也去世了然後還好，他不是有這個狗头子嗎？非常價值連城的寶貝他拿出2顆來，然後家道是充裕了卖了很多錢。他這個兒子
那很勇敢因為是葉山嘛，是吧？讓他辛苦，很快那個就變習功了，是吧？很高興吧？做了參將，那也蠻好的，是吧？那有一次出生也是碰到大風，颳回葉山島去了就在海邊看到一個葉山，也年輕的，很像他，就是他的弟弟他還記得兄弟相遇了哥哥還記得弟弟，弟弟說：“哎呀，周周，你跟爸爸走了我每天都在想念你都在這裡等你我說好不好？好的很我現在和爸爸回去了我已經從軍了，而且是做的參將了他們大家趕快回去，是吧？見他的母親還有他的妹妹看了很高興。這個大兒子就勸母親妹妹跟我們一起回去母親就懷疑了，我們是葉差是吧？那個到哪裡去，恐怕會被人欺負吧？嗨呀，他兒子說，我已經是參將大人了，只有我欺負人的，哪有人欺負我呢？放心，不會好於是母親和他的弟弟和他的妹妹他叫做彪姓徐名彪然後他的弟弟呢名豹，虎豹的豹，他這個妹妹叫葉兒，夜晚的夜葉兒這個兩兄弟還有一個妹妹還有個母親一起居然就回到膠州了然後一家團圓了好極了，是吧？這個就分成三組他許先生和他的大兒子這個徐彪一組，然後他那個小妹葉兒就嫁給一個武將這個武將本來不想娶她，因為她長得不像人樣子嘛，是吧？可是這個女孩可不簡單了能夠開硬功功夫好得很，所以這個武將不斷的升，很快就升成參將了，都是他太太的功勞，他可不敢說他太太真的很榮耀還有一組呢，是他的媽媽，就是這個母葉差和他的小兒子，這個徐豹做了武進士那就是文的進士，他是武的進士很快就風雲成達，因為實在是與眾不同便於戰功好，他這個媽媽很疼愛自己這個小兒子，所以每當小兒子出生他就來替他做後盾來替他掌理政軍建立喜功大家看着他都會發愁的所以到了後來真是功勞大那怎麼辦？準備朝廷要封他做公和伯子男的男爵，也一家真是榮耀無比三組人都成功